字 L 不用紧张，只需跟他倒浆糊即可。奴婢只是见王上忙得紧寝忘食，提醒他一下，不知一起吃饭的传言从哪里来。柳姬秀眉一蹙，那多拿一双筷子又怎么解释？第73章下划线宠妃2，这个奴婢只是看王上吃饭太匆忙，光吃饭不吃菜，帮他夹菜而已。柳姬不禁冷笑起来，醋意十足地看着我，好一个红袖添香，怪不得王上最近胃口这么好，原来是有个人帮他夹菜。哎，听着他阴阳怪气的语调，我无语地在心里摇头，这女人觉得我在勾引卓寻，随便我怎么说，她都会想歪，我不如什么都不说。晴儿，给我打，他哪只手给王上夹菜的，就打哪只手。柳姬忽然面露凶光，吩咐他旁边的丫头。那个丫头应了一声，恶狠狠地朝我走来。我一看情势不对，若再示弱下去，吃亏的只是自己。思忖之间，腾的一下抬起手，扣住朝我挥来的巴掌。你一柳姬惊讶地看着我，嘴巴张得老大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甩开丫头的手，淡声道：奴婢奉劝娘娘不要这样，奴婢跟王上清清白白的，天地可见，若娘娘一再相逼，兔子急了还会咬人，更何关是人呢？说完，我不顾柳姬霎时变得铁青的脸色，把月饼往丫头手里一塞，转身出门。该死的贱人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！柳姬气得快疯了，尖叫着吩咐宫里的丫头一起朝我冲上来。我微微一笑，卓寻手下的大汉打不过，这两个丫头我还打不过吗？正好让我出口气，听着背后传来的风声，我在恰当的时间一个转身，顺势抓住两只朝我伸来的手，一拉一射问，一个丫头被我甩到地上，接着我侧身一避，抓住另两只袭来的手，用力一甩，眨眼功夫，两个丫头被我轻而易举地撂倒在地，痛得嗷嗷直叫。你一柳姬指着我说不出话来，大概还从来没有哪个人敢对她这样的。我朝着花容失色的柳姬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飘然离去，只剩下背后一道既恐慌又愤恨的眼神，灼灼地盯着我离去的背影，久久不愿收回。等到我回到书房，卓寻正在整理桌子上的奏折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没好气地朝他翻了个白眼，心道你简柳儿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我落单的机会，不好好找我麻烦，怎么会轻易放过我？不过我并不想多生事端，只是轻描淡写地略过。我去的时候，柳妃正在午睡，所以等了一会。午睡？他停下手里的事情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喃喃自语：柳儿很少午睡的，今天怎么想起午睡来了？他的花样还真是多。卓寻说这话的口气带着完全的玩溺，柳姬的举动虽然怪，但他还是全盘接受。我不置可否的一笑，你简柳刃看到我来了，不趁这个机会消消他的气，怎么可能轻易让我送了就回去呢？他午睡是故意的。卓寻看着我的笑容，恍然惊觉了我这个笑容所含的意味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。柳儿就是小孩子脾气，她没有坏心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点点头，心想横竖你喜欢柳姬，不管她在什么，在你眼里全是好的，说不定她偶尔闹闹脾气，你还觉得她可爱呢。卓寻见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岔开话题，看了看时辰说，你帮我准备一下，马上就要去前殿了。我闻言顺势抬头看了看天色，被柳姬这么一折腾，时间倒真的差不多了。中时末，卓寻一身王服地往前殿走去，我作为婢女跟在他身后。前殿已经满满当当地坐满了挟持的大臣，百官看到他们的王到了，纷纷起身跪下，山呼万岁。卓寻笑容满面地走进前殿，示意大家免礼，各自请便。文武百官喜气盈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热热闹闹地开席了。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，遥想远在千里的大楚现在应该也是欢聚一堂，共庆佳节吧。不知道我的上官玉现在在干什么？虽然只和他分离了3个多月，我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30年，每天度日如年，一静下来就想到他。何关心雅日日与他相对，他们同处一室，同进同出，他有一天会不会也像柳姬想象我和卓寻的那样，红袖添香，忘记了我？到时我又该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猛地痛了起来，整个人颤了一下。
我脸色一变，刚要担心站立不稳摔下去，一双温绥有力的大手及时扶住了我。我抬头一看，卓寻不知何时站到了我旁边，一脸担心地看着我，轻不可闻地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脸色一变，控制住身形，不着痕迹地脱离开他的搀扶，摇摇头：“没什么，刚才没站稳。”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张了张口想说什么，但看到身后的人群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在台前坐下了。王上八座，宴会开始。一群身着绫罗绸缎的女子，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，从空中缓缓飘来的幽香沁人心脾。晚宴进行得欢快而隆重，我站在卓寻身后，本来处于最高的位置，歌舞表演、焰火表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无奈柳姬偏偏跟我作对，她坐在卓寻身边，有意无意地挡住我的视线。我也懒得跟她玩游戏，不看就不看了呗。我们大楚的宴会，我又不是没参加过，比他们挟持的好多了。我有点头晕，想出去走走。看着挟持一派和乐景象，我心里闷得慌，低声对卓寻说了一句。他愣了一下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，好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先回房去休息吧，不用回来了。我应了一声，刚准备出去，柳姬不屑地冷哼一声，又不是什么公主小姐，装娇贵干什么？柳儿，卓寻不悦地低斥了他一句，柳姬脸色一变，愤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寡过头不再说话。我无奈地笑笑，避开众人悄悄出去。他对我的偏见还真不是一般的深爱。今天宫里所有的人都在前面欢庆，我一个人走出喧闹的前殿，后宫显得格外安静。夜凉如水，中秋了，天气渐渐转凉，晚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，让我忍不住拉了拉衣襟，不过正好将我郁闷烦躁的心情稍微平复一点。我一个人静静地走在长长的甬道上，昏暗的烛光在青石板的地面上投下点点阴影，好似今天的星空，繁密而明亮。3个月过去了，我还没有找到逃脱的办法。挟持的皇宫看似比大楚的皇宫小很多，但真要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事到如今，我不能再等了。今天过了还有明天，明天过了还有后头，这一天天等下去，何时才是尽头？也许是到了我该执行自己计划的时候了。以我这3个月来对挟持皇宫的熟悉，宫人对我的脸熟，再加上对守门侍卫的稍加利诱，逃出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想罢，我迅速回房，把这3个月来的工钱全部拿出来算了一下，大概有60两银子。因为是刻意节省的，所以我放着没用。我想到时就以出宫为柳姬办事为由，相信柳姬这么得玩，侍卫应该不会为难我。如果他们一定要问我要柳姬的令牌，我就用这些银子通融。想必60两银子，对1个月只有10两银子的侍卫来说，应该是个很大的诱惑了。屁东面的天空突然窜起一束焰火，光彩夺目，瞬间照亮了我整个房间。我抬头朝东面望去，看着绚丽的焰火，嘴角露出一个微笑。挟持，我要与你告别了。中秋过后，皇宫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我每天非常尽责的当值，就是为了要给卓寻留一个好印象，对我即将采取的行动没有防范。柳姬虽然还是时不时的会来骚扰我一下，我就当做她是耍小孩子脾气，能避则避。8月20号，卓寻一早就上朝了。我等到所有丫头全部出去当值后，穿上那件被卓寻掳来时穿的衣服，往脸上贴了2颗痣，又拿眉笔把自己的眉毛画粗了一点，才拿起前2天准备好的包裹以及银两，悄悄地从后门溜出去。这是一条我自己发现的路，从这里到皇宫的大门虽然不算近，但好似一条荒废的路，人烟稀少，杂草丛生。我无意中发现后就走了几次，每次都没看到人，所以几次之后，我决定今后就从素条路出去，避人耳目。关且卓寻43刻就会下朝，所以我根本不能走卓寻下朝时的那条必经之路，只能赶在43刻前抄小道离开皇宫。我一路快步走着，沿途注意是否有来人。幸运的是，我一直来到宫门口也没有碰见一个宫人。我暗自庆幸，看来老天爷也是帮我的，知道我是被掳来的，所以让我顺利逃出去。来到宫门口，
我暗暗舒了口气，平静了一下激动的情绪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举步走到门口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守门的侍卫看到，举起手里的长矛，交叉挡在我面前。明晃晃的长矛闪了我的眼睛，我谄笑地对他们道：“肯为大哥，奴婢是柳姬娘娘宫里的，娘娘让奴婢出去买些东西。”侍卫似信非信地看了一眼我手上的包裹，不置可否地问：“出去买东西要带包裹吗？”第74章下划线危险。我回头看了看背在身上的包，笑着解释道：“买了东西要装啊。再说了，我从兜里掏出银子，走到他们面前，将银子悄悄塞到他们手里，低声道：不是还要孝敬各位大哥们吗？不带包裹哪行哀？银子一到他们手里，他们掂了掂分量，就知道我给的不少，对视一眼，脸上立刻松了下来，嘴里被叨着：这出宫给主子办事是不允许带包裹的。不过我看你这包裹这么小，也摄不了什么东西，你快去快回吧。说完朝我挥了挥手，示意对我放行了。我心中一喜，忙向他们道谢，拎起包裹快步走出宫门。走出宫门的一刹那问，我的心也跟着一下子轻松起来。束缚了3个月，终于离开了这个牢笼，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心。我不敢在宫门口多做停留，生怕有人看见，只停顿了片刻，立刻提着包裹飞快地离开。我来到宛城最繁华的东大街，这里商铺林立，来往人群众多，有穿着斜瓷服装的本地人，也有穿着大楚服装的大楚人。我决定去专门运送客人到雁城的马车行看看，因为我身上的银两并不多，如果直接包马车去雁城的话，恐怕钱不够。我一路来到东大街上的马车行，店里的小二还算热情，问我要去什么地方。我告诉他要去雁城，他遗憾地看着我，抱歉了，小姐，我们去雁城的马车1个时辰前刚刚出发。什么？我没想到我的好运仅仅持续了一会儿，我就要面临马车已经开走的事情。不过既已成事实，我只得退而求其次地问，那下一班什么时候开？下一班要明天。明天？我愣住了，我根本等不到明天，卓勋下朝后就会发现我不见了。要是他马上派人出宫找我，封锁所有去往大楚的口子，我根本如瓮中之鳖，迟早会被他们找到我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时想不出办法。因为整个宛城的马车行都是这简垄断的，出行的班次都一样，总行的班次发出去了，分行肯定也跟着一起出去了。但若是我不马上离开，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机会了。我焦急地在街上四处寻找，在东大街上像无头苍蝇一样来回转悠。忽然，龙镖局4个大字映扒眼帘，我脚下的步子一顿，定定地看着那2个字。镖局镖局镖局押镖也可以带送人吧，我只要多出一些钱，他们应该不周易多带1个人走吧。想到这，我心里生出一丝希望，立刻举步走进兴隆镖局。里面的伙计以为我要押镖，热情地迎上来。我告诉他想随镖一起去雁城，他点点头，好，我们马上就有，趟镖要去出发去雁城了。不过你要随镖的话，要这个数。说着，伙计伸出2根手指头，20两。我咬咬牙，这个价格竟然比马车行的贵4倍。我暗自盘算了一下，刚才我出宫时给了2个侍卫每人20两，自己还剩20两。本来用摔5两封钱，自己还有15两可以活络，现在这伙计正好又要20两，若是赔掉了，身上就1分钱都没有了。万一我到了雁城不能顺利找到大哥，我就要忍饥挂饿了。但若是我不跟着去，等着明天的班次的话，很有可能待会就要被卓勋抓回去了。与其花了40两银子还被抓回去，不如狠狠心再用20两，倒是能够回雁城去了。到了自己的国土，总不怕找不到大哥。好，20两就20两，是马上走吗？我掏出银子递库伙计，他一边点头，一边收了我的银子。是的，请随我来。我高兴起来，只要能马上去雁城，身上有没有钱都无所谓了。伙计带着我来到一辆镖车前，同押镖的师傅说了几句话，押镖的师傅点点头，看了我一眼。好了，我跟陈老板请过了，你跟着他们走就好了。伙计指了指他刚才说话的人，我连忙向他道谢。
伙计走后，陈老板让我先在旁边等一下，说他们要装一下货。我点点头，站在旁边看着，正无聊的暗自猜测他们一箱一箱搬上封的是什么东西。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男音：“小姐。”我惊得正在那里动弹不得，因为与此同时，那个人的手已经点住了我的穴道。你是谁？我觉得那个声音似曾相识，只是太过紧张的神经让我无法辨认。男子沉沉一笑，并不答我的话，而是扰哉悠哉地吊起我最敏感的神经。小姐好大胆，居然一个人跑出来。此话一出，我立刻反应过来，他是卓寻的人。卓寻，对了，他就是上次掳我来的那个男人。脑中立刻轰的一声，我知道完了，被这个男人抓住，我是逃不掉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不死心的想知道原因。他笑了笑，根本不需要找，我12个时辰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什么？卓寻竟然派人监视我？我已经顾不得自己面前站着谁了，连名带姓的把卓寻的名字喊了出来。那人显然吓了一跳，在我耳边低斥一句：“不许叫。”手上忽然一掌劈向我的脖颈，我只感觉颈后猛地一痛，来不及说什么，临昏过去前，脑中只反映出一句话：该死的，每次都打晕我。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脖子痛得要命。那个杀千刀的，脖颈后面被他打了2次，我的脖子又不是铁做的，怎么经得起他这样折腾？我拖着疼痛的脖子爬起来，在看清周围的一切后，惊讶得差点舍不拢嘴巴。我这是在哪里？柔软的床，金丝薄被，长到极地的围帘纱幔，一层又一层的笼罩在我周围，让我看不清楚外面的事物。淡淡的熏香随风而至，整个室内弥漫着一种清静优雅的香气。如此华丽的装饰，安静的气安，让我的心跳莫名的急促起来。我下意识地感觉情关不妙，脚刚刚着地，不知隐在何处的丫头突然说话了：“小姐醒了吗？”我吓得将脚重新缩回床上，警惕地盯着声音来源的地方，大声问：“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？”丫头静了一瞬，才回答：“奴婢是寝宫里的丫头，这是王上的寝室。”什么？丫头的一句话仿佛一道惊雷，轰地在我耳边炸响。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顾不得穿鞋子，赤着脚就往外跑去。搞什么？我怎么会在卓寻的寝宫里？这情关太荒唐了吧！小姐你去哪？丫头急得大叫起来，跟在我后面跑起来，想要抓住我。我哪里顾得了她，只顾往外跑，谁知前脚刚踏出大门，后脚就被门口的2个大汉拦住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竖瞪着他们，2个大汉朝我身后的丫头使了个眼色，丫头立刻跑了出去，他们则大山一般的堵住我的去路，不让我出去。请小姐回房。其中一个大汉对我道。卓寻又用这招，我气得朝他大喊起来：“我不是你们小姐！”大汉不为所动，也不反驳，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王上没下命令之前，请小姐回房等着。该死的木头！我心知自己根本打不过他们2个，但是如果我回房的话，就又成了卓寻的笼中之物，我就没有办法逃脱他的掌控吗？他为何不给我一个痛快？到底抓着我不放干什么？我简直要疯了，气冲冲地回了房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死死地盯着门口。虚兜之后，卓寻出现了。我飞快地走到他面前，气急败坏地瞪着他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他一言不发地朝我走来，逼着我不得不后退。我最后被他逼得退无可退，整个人抵在床沿。他冷冷地注视了我片刻，眸中闪动着莫名的火苗，猛地拉起我的手腕，脸色铁青地看着我，特意加重了到底2个字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冷冷一笑：“我能怎么样？当然只是想让你放我回去了。”回去？他挑了挑眉，握着我的手又紧了些，痛得我直皱眉头。这里就这么让你待不下去？我皱了皱眉，无奈地看着他，这里不是我的茧，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？无情的女人。话音刚落，他用力甩开我的手，我一个重心不稳，掉回床上，盯着突然发怒的他。他狠狠瞪了我片刻，脸色变得冰冷，口气却是不自觉地高起来：“你还要我怎样？昭亚已经告诉我，你就是当初伤我斜刺线的人。”
探子也告诉我你就是帮着上官玉打赢了我们挟持的人，但是我都不计较了。因为我从没有想过一个女子会有这样的冷静与智慧，所以我敬佩你，怜惜你。甚至招亚要我杀了你，我也不同意。不然你以为以你早被我们知道的身份可以安全活到现在？他越紧越激动，渐渐朝我吼起来。忽然，他猛地凑近我，一把扣住我的下巴，带着压抑的愤怒瞪着我。但是为什么我为你做的这一切，你统统看不到？川只想着你的上官玉。我惊呆了，愣愣地看着他。他与我的面露相距不过数寸，褐色的瞳仁跳动着愤怒火苗，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脸上。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为他直白的话语而心惊。我知道他那天带我去昭亚的府里是有目的的，只是没想到昭亚确定了我的身份后，居然要他杀了我，而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后，竟然还没有同意，并且忍受了我杀了他们挟持县，帮助上官玉偷袭他们挟持的事实，接受了我。他何苦如此？我不值得他这样看重。凭着女人的第六感以及这3个月来相处的情观，我知道他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，想要的是什么，但是我根本给不了他想要的，他何必自寻烦恼，为我们的相处带来狭隘？你何必这样？我是大楚的太子妃，不可能有什么改变。再说你有你的柳儿，他穿衣向着你，你应该多想想他，不要用柳儿当挡箭牌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们不一样。卓寻大声打断我的话，褐色的眼睛里连着痴狂的光。我看得心悸，他这个样子仿佛一头受伤的野兽，愤怒地嘶吼着得不到的猎物。我撇开眼去，不去看他的目光，他的目光实在让人慌得摸不着分寸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试图平息他的狂乱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他是你的妃子，我是上官玉的妃子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的地位还比我高一级呢。我忽然想到地位问题，微微笑起来。卓寻的脸色一变，忽然连名带姓的叫我顾彩月，你真的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面色一僵，心道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回应你，只好跟你装糊涂。见我不答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忽然伸手抬起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游离的视线与他对视。我拗不过他，无奈对上他的视线。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细细地打量着我的神色，慢慢地重复着，你觉得柳儿是我的妃子，和你是上官玉的妃子是一回事？我听着这话感觉不对，那又找不到什么错误的地方，只好点点头，是。他了然地笑笑，不自觉地加重了握住我下巴的力道，眸中变幻莫测，嘴角聚起一个人的弧度。既然这样，我让他变得不一样好不好？你一我警惕地看着他，想要甩掉他的手，他却越握越紧，我痛得忍不住呻吟起来。他眸色一变，眼中波光汹涌，没有任何怜惜地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地发觉有危险，可还没等我要逃，他的手突然松开我的下巴，整个人瞬间压倒在我身上，我彻底变了脸色。往往这样，接下来都不会有好事发生。我拼命挣扎起来，对他喊道：你要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对于我的怒吼挣扎，他不为所动，紧紧抓住了我的手，将它们反剪在头顶，唇凑到我的耳边，陌生的男子气息袭来。我听到他说，若你成了我的人，你还会觉得一样吗？第75章下划线疯狂。卓寻，你无耻，放开我！我急起来，他闻言反而一笑，俊朗的脸上带着让人失神的笑容，如恶魔般吻住我的耳垂。我的身体瞬间仿佛穿过一道电流，整个人僵在那里，一阵酥麻感涌上心头。我强忍住不断袭来的羞辱感，用力挣扎着，不停地躲避着他的亲吻。可谁知道，失去理智的他力气大得惊人，不管我怎么挣扎，都始终无法搏动他分毫。他的唇越来越放肆，渐渐沿着我的耳垂一路吻上我的脸，在我的眸处停留。他温润的唇瓣轻轻摩挲着我的眼皮，令我的睫毛不停地颤抖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空有一身武功有什么用？还是敌不过他力气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我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但若是发生了，我虽然不会像古代女子那样寻死觅活，可是也肯定没脸去见上官玉了。
我的脑子乱哄哄的，眼前不断的浮现出与上官玉温存的画面。但此刻压在我身上的却是卓寻寻，他的唇一路顺着我的眼睛往下，吻过我的鼻尖，顺势滑到我的唇边。我一惊，将头用力一偏，他的唇险险擦过我的唇，唇唇相碰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，他的眼中带着欲望的火苗，棕褐色的瞳仁恍若深潭，根本不似我平时看到的他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比上官玉更会宠人？你疯了，放开我！我又羞又怒，拼命想要持脱。他对于我的怒骂竟然微微一笑，伸手开始扯我的衣带。我被他困住双手，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拉开我的衣带，外衣就这么被他扯了下来。卓寻，你敢？面对即将可能要发生的事情，我红了眼眶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刚才想的那样坚强。他对于我的话置若罔闻，解掉了我的外衣后，就将手伸进我的衣服里，温热的手掌触碰到我的肌肤，我猛地一缩，抗拒地朝后退。他拖住了我的腰，手开始游移起来，撕扯起了我的中衣，我心中一跳，挣扎起来，这件衣服里面就只剩下亵衣了，若是被他解开，我还怎么逃脱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瞅准一个机会，手上一起用力，想要摆脱他的钳制。他脸色一变，眸中窜起一脏怒火，毫不犹豫地撕开我的另一件衣服，露出亵衣。我呀的惊叫一声，手上断了力，他趁机逮住，恶狠狠地瞪住我，沉声道：“不许反抗！”我又恨又怒，威吓他：“你这样做就不怕上官玉杀了你吗？”杀我？他哈哈一笑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不是风流，是疯狂。”我咬牙切齿道。他挑了挑眉，风流也好，疯狂也罢，今晚你就是我的。说完，他再不顾我的反抗，一手扣住我的手，一手抚上我的胸，轻身吻向我的脖颈。我避之不及，他的吻就这么直直地落在我的脖子上，火热而滚烫。我猛地一颤，脑中虽然清醒地知道不应该对他的动作有任何反应，但是身体却起了本能的反应，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，心跳加快。他看着我剧烈起伏的胸口，面色一喜，脸上浮现出笑容：“你看，你并不拒绝我。”无耻，你给我滚开！我羞愤难当，对他冷脸相向，他毫不周易，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，嘴唇贴着我的耳畔，呼出的热气钻进我的耳朵里。你对我也有感觉的是不是？我为你做的一切，你很感动是不是？你并不是那么讨厌我是不是？不是。在他还没疯掉之前，我是真的要疯了。我承认，当我知道他已然知道我就是当初伤他们挟持兵的人，招亚要他杀我时，他没有同意，的确很感动，但这并不代表我要喜欢他。甚至当他知道我就是帮着上官玉偷袭他们挟持，让他们挟持县伤亡惨重的死敌时，他却还是放过了我。更夸我惊奇的是，他居然说他敬佩我，怜惜我。我没想到他竟有这样宽广的胸怀，敬佩怜惜一个敌国的女子。可是这样他就理解成我对他有感觉，是不是太荒谬了？落入这个时空，第一个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男人是上官玉。我是个慢热的人，与他认识了大半年才慢慢产生感情，现在要我一夕之间爱上另一个人，即使他对我比上官玉好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冠且和上官玉在一起生活了1年多，两人的了解与默契是不必说的，相处也有了自己的模式。我认定了他是我的一辈子，他就是我的一辈子。如何还容得下别人卓寻的眼眸慢慢变得深邃，眸中跳动着火苗。他起了很近，手抚上我的胸，说出的话字字夸我心惊。如果不是，我今天偏要让你觉得是，我倒要看看你对上官玉的爱到底有多少。你不要逼我，不然……我的话还未说完，只见他日光一闪，低头吻向我的唇，堵住了我接下来的话。我整个人完全僵在那里，好一会儿之后才反应过来他在干什么，眼睛猛地瞪大了，摇着头想要摆脱他的吻。他伸手抚住我的头，不让我动弹，滚烫的舌试图撬开我的牙齿。我又恨又恼，喉咙开始发酸。原来真正到了被不爱的人欺负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根本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，
即使我身为现代人，这种感觉也让我觉得愤怒。我紧紧闭着嘴唇，不让他成功。几次失败过后，他显得有些急躁，好几次都咬到了我的唇。我一边忍受着疼痛，一边尖特着。突然，他不知怎么想到了捏住我的鼻子，我心中一慌，被他捏住鼻子就无法呼吸了。果然，10几秒后，我就觉得憋得慌，脸色也涨得通红。片刻之后，我的尖特让我浑身无力，手上也松软了下来，但我仍是不张口。卓寻看着我宁可憋死也不张口的倔强表情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使得他放开手，近乎执狂地朝我吼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张口？你宁可憋死也不要我碰你是吗？你对上官玉就这么忠女？”他忽然放开我，新鲜空气一下子涌入鼻腔，我来不及回答他的话，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。见状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吻住我的唇，夺去我的呼吸，趁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攫取我的舌，与我的舌交缠在一起，汲取他的甜美。我没想到他居然杀个回马枪，整个人呆在那里，愣愣地任他为所欲为。而等到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掌握了主动权，他的舌灵巧地缠住我的舌，让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手透过亵衣直接伸进来，缓缓地往上移动。我无法讲话，也无法动弹，心跳越来越快，整颗心脏仿佛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一样。泪水开始在我眼眶聚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从我口中退出。我憋得厉害，脑中一片空白。等到他刚一放过我的唇，我便急促地呼吸起来。卓寻，我恨你，我要杀了你。脑中终于恢复了清醒，我张口就蹦出这句话。他并不生气，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嘴角勾起一个迷人的弧度。等你成了我的人，你就不会这样说了。无耻，我只能用最恶毒的词骂他，怎奈他脸皮厚得跟铁皮似的，根本不生气，好像我骂得越凶，他还越开心。忽然，我浑身仿佛窜过一阵电流，他的手不知何时抚上了我胸前最敏感的区域，来回的摩挲让我的心里仿佛有数万只蚂蚁在爬，又酥又痒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稳住颤抖的声音，模糊着双眼看他：卓寻寻，你不得好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不耐地扯掉我挡在胸前唯一的阻碍，盯着我一字一句道：若是为了你而死，我愿意。你疯了，你彻底疯了。我绝望地摇着头，心里的凉意一层接着一层。他已经没有理智了，现在对他说话完全是石牛弹琴。他淡淡一笑，跨坐在我身上，脱去自己的衣服。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是他防守严密，我没法动弹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脱去自己的衣服，整个人附到我身上。他的身体滚烫，我不自禁地缩了缩，他抱住我，将我搂在怀里，细密地吻落在唇边、颈项、锁骨。我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气，他若是真的想强占我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抵抗，越多的抗拒只会让他越生气。他吻着我的脸颊，不时地喃喃自语：玉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那么妒忌过一个人。我恨上官玉比我早遇见你，我恨他娶了你，我恨你心里只想着他，我恨自己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心。你明明伤害了我们，我却还是那么想着你。所以他看着我，眸中闪动着某种决绝的光芒。我沉默地听着，不去看他的目光，只想告诉他，如果他强占了我，我会恨他一辈子。所以我要得到你，我要你补偿你欠我们挟持的债。说完，他屈起我的腿，使他们分开，整个人附到我的身上。我已经感到了抵在我右各处的坚挺，我知道最可怕的一幕就要来了。心头飞快闪过与上官玉大婚时，他大笑着抱住我，我们完全属于被此的感觉。可惜甜蜜的回忆还在，我就要先身于眼前的人。想到可怕的现实，我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决堤，哭着瞪向卓寻，抛出最后一句话：你若是强占了我，我就咬舌自尽，绝不会活到明天。你最后得到的不过是一具尸体。说完，我紧紧闭上眼睛，等待最可怕的一幕。谁知我感觉他顿了顿，原本抵着我的硬物也慢慢退开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卓寻正死死地盯着我，眸中波涛汹涌。
我泪眼模糊地回视他，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似乎正在微微颤抖。你是故意的是吗？知道我不会让你死，你就这样逼我。他的声音颤抖，握着我肩膀的手也慢慢松开。我的心猛地一收，屈辱与劫后余生的感觉让我喉中梗审，我紧闭着唇不说话，眼泪不断地溢出眼眶。他沉默下来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起伏的胸膛告诉我他此刻正在努力平复情绪。须臾，他拿起衣服盖在我身上，将我搂进怀里。望着我不断溢出眼眶的泪水，他轻叹一声，伸手替我拭泪。我心头发酸，眼泪更是止不住地落下来。他眼见泪水越擦越多，没有办法，索性低下头，不断地吻着我的眼睛，吻去我满脸的泪水。我身心俱颤，忍不住闭起眼睛，睫毛不停地颤抖。他一边吻着我的眼，一边与我十指相扣。温暖的掌心触着我冰冷的手指，我想要逃，他却温柔但倔强地抓住我，压抑着说：“不要动，不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还能控制得住第二次。”我微微一颤，他的声音充满了低沉的沙哑，仿佛强迫自己压制住情欲。我强逼着自己止住泪水，目光慢慢清晰。我看见他温柔地安抚着我，眸中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心碎。我心中大痛，不忍注视他的目光。他见我的情绪稍有平复，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眸中充满疼惜：“别哭了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不该这样。”说着吻了吻我的额头，从我身上下来，拉过被子盖到我身上，顺便帮自己也穿起衣服。我紧紧地拉住被子，将头转向里面，手指不停地颤抖着。他似乎看了我一眼，才轻轻拍了拍我，低声道：“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了。”我不语地看着靠墙的围帘，心中跳得厉害。门咯吱一声开了，又咯吱一声关上。我静了片刻，才慢慢转过头，看着门外隐约映出的光晕，缓缓坐起来。可笑啊，我居然在他的寝宫里，而他却把自己的房间让出去了。我闭了闭眼，今晚夜色深沉，今晚夜凉如水。第76章下划线风飞。翌日醒来，天已大亮，我的眼睛涩得睁也睁不开。昨天一晚上我都睡得不踏实，脑中总是窜过卓寻的影子。他的唇，他的手，他在我耳边说的话，不停地刻斥着我的脑子，让我梦魇连连。我突然不想动了，就想这么睡着，不要见那个人。痴痴地想了片刻，我打定主意，将被子裹了裹紧，闷头钻进被窝，想重新再睡一觉，但是脑子却不让我休息，不断地闪过昨晚的画面，仿佛卓寻的手触在我肌肤上的感觉到现在还能感受得到。我颤了一颤，猛地睁开眼睛，急促地呼吸着我一动不动地窝在被子里，外面的阳光静静地照进来，给我带来一丝光线。眼泪就这么突然顺着眼角流下来。我承认，昨晚的卓寻的确给我带来很大的伤害，我或许为他的包容感动，但是他昨晚的所作所为的确让我无法接受。我希望自己不要去想，尽快忘了那件事，但是思想总会游过去。我在床上躺了半天，困意渐渐消失，脑中越发清醒。我心中烦躁，索性坐了起来。8日之处是昨晚凌乱地散落在床上的衣服，仿佛在告诉我昨晚经历的一切。我爱不了地叫起来，地捧住脑袋，用力甩头，试图甩掉昨晚的记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大概是守在门外的丫头听见了我的叫声，急匆匆地奔进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将被子挡住身体，着急地吼起来：“出去，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！”丫头停下脚步，隔着围帘看着我，担心地问：“小姐，你有事吗？刚才奴婢没什么，你快出去。”我不耐跟她说话，更怕她看到什么，赶苍蝇般赶她走。她不便多做停留，只好躬身退出去。若是小姐有吩咐，叫一声奴婢就会进来了。我嗯了一声，看着她的声音消失在大门后，才飞快地捡起衣服。天，我拿起中衣，整个人僵在那里。这件衣服昨晚被卓寻扯坏了，2个地方都撕了开来，衣襟上的带子也不见了，怎么办？没有中衣，我怎么穿外衣？我怔怔看着那件衣服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小姐，奴婢可以进来吗？门外的丫头隔着大门问我。我心情极差，
不耐烦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丫头顿了顿，大声回我的话：“王上说等小姐醒了，让奴婢给小姐拿套新的衣服，要奴婢这就递进来吗？”卓寻给我准备了新衣服，那他是知道我的衣服被他扯坏了。我愣了愣，脸上突然疼的一下烧起来。他让丫头给我拿衣服，那丫头不是会以为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？关且我还睡在他的寝宫里。即使他后来放开了我，并没有真的占有我，但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的清白还是被他毁了，我彻底死了心。淡淡的说：“拿进来吧。”丫头应了一声，将一套崭新的衣服放到我床边，掀开围帘想过来服侍我穿衣。我厌恶至极，连带着对丫头也没有好脸色，将她轰了出去。丫头不敢多说什么，颔首应了声是，帮我重新拉起帘子退了出去。等到房里重新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拿过丫头拿进来的衣服，默默地看着。这是一件挟持宫廷的服装，虽然没有柳姬那样奢华的装饰与配件，但贵重的布料、繁复的花纹已经彰显了这件衣服的身份。我将衣服丢在一边，叫了一声门口的丫头。卓寻他这是干什么？要我穿这么好的衣服？难过经过了昨晚的一晚，我已经不用穿丫头的衣服了吗，小姐？丫头闻声进来，朝我躬了躬身，我对她道：“帮我把我住所的衣服掌过来。”丫头不解地看着我，奴婢不是帮你把衣服拿过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掌衣服？我不要这件，我要自己的衣服。我不悦地看着她，口气有些差。她似乎有些为难，想了想对我道：“这件衣服是王上特意吩咐奴婢御送小姐穿的，若是小姐不穿，奴婢不好交差哎。”我皱了皱眉，又用这招装可怜来博取我的同情。已经有很多人对我用过这招了，我一次一次地帮了他们，可到关键时刻却没有一个人来帮我。我不要再上当，他们不好交差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不必浪费自己的同情心，当下我就冷了脸。你要拿不拿？不拿的话，我就告诉卓寻你不听话。丫头脸色一变，颤巍巍地看了我一眼，咬了咬唇，似豁出去般对我说：“小姐请稍等片刻，奴婢这就去拿。”我看着丫头出去的背影，坐在床边，等她把衣服拿来。好不容易等她终于拿回了衣服，我迅速穿好，直接想回自己的房间。小姐，王上马上就下朝了，你等他回来吧。丫头拦住我的去路，我看了她一眼，心里冒出一脏怒气。他们挟持的人是怎么回事？个个赖着我不放，非要把我留在他们挟持不可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去哪要你管？我下了狠心，不理那个丫头，猛地推开她。她夫夫壮壮地往后退了2步，又走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抱住我的腿，求道：“小姐，你就可怜可怜奴婢吧，你要是走了，王上会杀了我的。”我不顾她的哀求，用力挣了挣腿，想挣开她的束缚，谁知她抱得太紧，我挣不动，一脏怒气憋在胸口，不由得气道：“滚开，你的死活与我何干？”小姐，丫头哭起来，更加紧了紧手上的力道。奴婢从来没有见过王上那么在乎一个人。前2天，小姐尽心尽力地服侍他，他高兴得跟什么似的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。听大臣说，他甚至连上朝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出来。而昨天小姐逃出宫去，若是寡人，他早就扔到洗衣局或者冷宫去了。但是他放过了小姐，早上还对奴婢说不要吵到小姐休息。小姐，王上真的是一心一意待你的，你不要辜负了他哎。丫头的话听得让我差点跳起来，他这是什么话？叫我不要辜负他？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对我好不好，凭什么要算在我身上？难道世上1万个人对我好，我个个都不能辜负？我冷冷地看着丫头梨花带雨的脸，不为所动。放开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丫头颤了一颤，犹豫半晌，终于松开了抱着我腿的手。我冷哼一声，快步朝门外走去。刚走到寝宫门口，就看到卓寻身边的贵公公带着一队侍卫朝我的方向走来。我心头一惊，连忙退回宫里，想避开他们。谁知天不遂人愿，我越不想这个时候见到他们，他们偏偏就进了卓寻的寝宫。为首的贵公公一眼看见了我，我尴尬地站在那里，行礼也不是，不行礼也不是，最后我想想算了，还是落他行礼吧。
手上刚摆了个作福的动作，贵公公一步上前止住了我。小姐不必这样，奴才只是来传旨的。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，他打开手里的黄卷，朗声读起来：今有御书房侍女姚月，德才兼备，贤淑柔和，甚得寡人之人，特封为妃，赐好书。说完，贵公公笑意满面地看着我，等我接旨，我惊怔地呆在原地，脑中轰隆隆的。这个卓寻在搞什么？明知我是上官玉的妃子，下这道旨意算什么？让宫里所有的人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吗？好召集所有人看住我，不让我离开挟持吗？我一动不动地看着那黄卷，丝毫没有要接或者谢恩的意思。贵公公有些着急了，低声提醒我：娘娘，快接旨哀。我回了神，退后一步，我不能接旨，我不能接受。贵公公脸色一变，看了一眼身边的人，让他们先出去。待众人离开，他才走近我，急道：娘娘这是做什么？这是王上给娘娘的莫大恩宠哀。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，你回去跟王上说，他的旨意我不能接受。贵公公的脸色霎时变了变，为难地看着我：娘娘这是给奴才难做人啊，奴才要是这样回去报了，王上非大怒不可。我不为所动地看着他，抛出另一句话：还有，我不是你们娘娘，不要张口闭口地喊我娘娘，若是下次再这样喊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我表情严肃地跟他说，一点不像开玩笑的样子。贵公公仿佛看出了端倪，也不敢再说什么，答应着离开了。之后我不顾丫头的阻拦，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想我必须要想个办法离开，卓寻已经疯了，他完全不顾我是谁了，一心只要得到我。可是我又该怎么离开他的牢笼？他派人12个时辰盯着我，若是没有人相助，逃跑只是一个奢望。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，我又想起了那个埋在心底的身影。他怎么样了？我身处挟持，行动被限，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刚回来时，卓寻还12个时辰看住我，生怕上官玉找到这里来。但是1个月过去了，上官玉并没有找过来，他也就放心了，不再紧张兮兮地看住我。如今卓寻好像已经完全放下了心，只要不让我逃走就是了，已经没有了怕我被找到的感觉。难道是他已经放弃了，不再找我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里一阵抽痛。上官玉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为什么不来挟持找找看门？咯吱一声响了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我急忙用袖子擦去眼泪，还来不及回头，一只手便搭上了我的肩。为何不接受册封？我微微侧了侧头，看见一身朝服的卓寻，心中一紧，淡声道：你不会忘了我是谁吧？他放下搭在我肩上的手，举步走到我面前，在旁边的椅子坐下，盯着我的脸：你为何总是执着于你那个身份？我告诉你，我并不在乎，只要你好好的待在这里，我可以忘记你的一切，给你最尊贵的荣完。我不要！我猛地转头看向他，目光炯炯。他脸色一变，似在压抑情绪，深吸口气才说：我必须给你这个身份，不管你要不要。为什么？他看向我，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我闭了闭眉躲开，只好由他握着。皇宫人心险恶，你没有足够的身份傍身，会受到危险，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所以答应我，在挟持的时候，让我保护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他似乎话里有话，有些不太明白，皱眉看着他。他看了我片刻，转过视线看着我们交握的手。若是老天让上官玉找到你，我就把你还给他，但若是找不到，你就一辈子在我身边，让我给你幸福好不好？我心中一颤，手指用力攥成拳，沉下声音说：你这又是何必？他摇了摇头，目光哀求地看着我。昨晚我想了很多，我不该逼你，我也不要你爱我，你就让我时时看到你好不好？仗一，我不知该说什么，拼得闭了闭眼睛。昨晚的一幕又像电影重放般在脑中闪过，让我急促地呼吸起来。他为何要这样将我逼巴绝境，这么可怜地哀求我，让我如何拒绝？月儿，你就接受吧，我只是想保护你，保证不会再逼你，也绝不会再发生昨晚的事，我每天只要看到你就好了。我的心中一时思绪万千，若是答应了他，我会不会困住自己？若是不答应，他替我做了那么多事，我就真的无动于衷吗？
我两相权衡着，一时无法做出判断。他也不催，只是一脸期盼地看着我。我理了理思路，告诉自己刚逃过一次，目前是逃不出去。若是现在接受了卓寻的身份，或许可以得到他的信任，撒去监视我的人，而这个身份在宫里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，对我大有好处。若是不接受，他首先会失望，说不定觉得我还是不死心，对我放不下戒备，那么我的一举一动更加会受限制。两害相较取其轻，我决定接受册封，毕竟那样对我最好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，他如听天籁，一脸的期盼化成狂喜，伸手就要揽我八怀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他如有所觉，讪讪地收回手，犹豫了一瞬，最后还是握住我的手，连连点头，谢谢你月儿，谢谢你。第77章下划线争锋1，我成了卓寻的淑妃。据说柳姬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在宫里摔了花瓶，大骂我是狐狸精。我微微一笑，女人吃起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恐怖，幸好我不用放在心上，柳姬再怎么骂，我只当不知道。受封后，我被安排在离卓寻书房非常近的昭容宫，一开始我执意不要，我并没有要像他的其他妃子那样争宠，给我这么好的地址位置只会给我招来麻烦，但他态度坚决，一定要把昭容宫给我。我不想刚册封几资源熊出品，在昭容宫住了10来天后，我终于明白了他把我安排在昭容宫的用意。一来他经常在书房批奏折，批完奏折通常可以顺路过来看我；二来若是有妃子要去他寝宫侍寝，必须从我宫门经过，因为他的寝宫就在他书房的后面。我暗自笑笑，他嘴上虽说不逼我，却是时不时地刺激我一下。当当当开路的锣鼓从我门前经过，我回头看了一下时间，正好亥时出客，差不多是卓寻休息的时候。我问卓寻派给我的剃头青青今晚是谁侍寝，青青跑出去看了看经过的宫灯，回来告诉是柳妃。柳妃，我点点头，看来卓寻是真的很喜欢柳姬，不然不会3天2头都找他侍寝。青青看我不说话，以为我不高兴了，忙过来安慰我，小姐不必放在心上，王上心里是有小姐的，只是柳妃这2天经常到王上那里去闹，王上没办法，只好这几天都招了她，并不是一直要招她的。我不让宫里的剃头叫我娘娘，只称呼小姐，也算维持最后一分大储的尊严。卓寻一开始不乐意，但想到我已经在住房上做了让步，他也只好在称呼做出让步。我看着青青着急地跟我解释的模样，忍不住要笑出来，又不好告诉他，其实卓寻招谁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一个摆设。不过看他因为担心卓寻招了柳妃让我不快，只好故意装作很困的样子，打了个哈欠。他看见了，问我是不是要休息了。我想了想，现在已经是秋未了，夜晚凉意四起，与其坐在下面受寒，不如到床上看看书，困了倒头就可以睡，也正合我意，便起身往房里走，顺便将一本书放到床头，让他去拿洗漱用品来。洗漱完毕，我就让青青带着剃头们下去休息了，自己在床边亮了一盏灯，躺在床上预起那本从卓寻书房里找到的日书来读。大概是天凉比较舒服的原因，我看了一会儿就困意四起，书上的字一个个变大又变小，我强撑了一会儿，实在困得不行，起身灭了灯，把书放在枕头边，不消片刻就睡着了。睡得正酣，阵阵凉风吹在身上，我蒙蒙谆谆地记得好像是忘了关窗，但是被窝里非常温暖，我也不想起来，索性将被子往身上拉了拉，舒服地翻了个身，继续熟睡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隐约感觉有一道目光注视着自己。我试图忽略，继续自己的美梦，但过了半刻，那目光迟迟不动。我特别不习惯在别人的目光下睡觉，醒了醒脑子，睁开眼睛。来人被我突然睁开的眼睛吓了一跳，怔怔地看着我，过来一会儿才尴尬地笑笑，吵醒你了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还以一个笑容，摇摇头，你不是歇了吗？怎么过来了？他看了我一眼，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，目光移来移去，不来看看你，我总是睡得不踏实。我的眼皮一跳，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。今晚是柳妃侍寝啊，要是他醒来发现卓寻不在，之后知道卓寻原是上我这来了，
会不会又要气得要命，在宫里摔瓶子？我越想越有这个可能，忍不住笑着摇头。笑什么呢？冷不防，卓寻走到我面前，见我一脸笑意，凑到我面前，奇怪地看着我。我脸上一红，他与我的距离不过数寸，已经超过了安全警戒线。关且我又是从床上爬起来，衣衫单薄，这个距离实在不妥。我将身体直了直，拉远了一些背此的距离。他大概也意识到这样不妥，直起身子，转换了个话题：睡觉怎么不把窗户关上呢？我看了看大开的窗户，尴尬的笑笑，太困了，忘记了。他摇了摇头，一脸无奈，过去帮我把窗户关了，又不放心地叮嘱道：秋夜夜凉，不要着了寒，以后让青青记得。我一刹那非常感动于他的细心，垂下眼眸点了点头。他帮我关上窗，又在房里四处看了看，发现一切皆好，没什么要嘱咐的了，只好道：那我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才缓缓重新躺下，却是没了睡意，一直等到月满中天，眼睛渐渐涩了，我告诉自己应该睡了，才慢慢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我不禁感叹自己现在睡觉是越来越没规律了，往往醒来就是日上三竿。我起身洗漱了一下，吃完早饭，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刚晃了没几圈，青青就跑进来说柳飞来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根本不打算在这里争什么，偏偏就是有人不放过我，一次般的要跟我作对，我只好出去迎接。按照位分，我跟柳飞是一个级别的，但是按照到宫里的时间和年龄，他都比我大，我就打算自己吃点亏，给他行礼。柳飞身着一身翠绿的宫装，领着大队剃头连椅而来，颇有气势。我看他走到我面前，躬了躬身，姚月见过娘娘。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抬头看向昭荣宫三个字，眼里露出一丝嫉恨与不甘，竟然直接走进去了，也不让我起身。我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本想一起了之的，怎么说我都跟他是一个级别，我喊他一声，不向他行礼也没什么，只是我不想惹事，所以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屈居了一下，没想到他非但不领情，还直接忽略我。青青看不下去了，要过来扶我。柳姬看到青青的样子，才笑着说：哎呀，我忘记让妹妹起来了，快起来吧。青青恨恨地看了他一眼，才小心地扶着我起来。我笑了笑，什么都没说。柳姬也不在意，镜子环顾一圈宫里的装饰，不冷不热地看着我，口气相当讽刺：妹妹这宫里好漂亮，肯定花了不少心思吧。我笑了笑，不管怎么样，自然是及不上娘娘宫里的装饰了。柳姬听完灿烂的一笑，居然表示自己宫里的装饰并不多。妹妹这话就不对了，我宫里的装饰并不多，毕竟我不常在宫里，没空弄这些，只有那些经常没地方去的，才在宫里添加摆设，吸引王上的目光。妹妹你说是不是？我听出柳飞这话根本就是在嘲笑我，自从被封妃后，卓寻从来都没有召见我去侍寝，顶多就是吸引卓寻来我宫里看看。我笑而不答，他并不了解内幕，我去跟他说什么呢？柳姬见我面对如此挑衅的话语，根本不生气，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冷冷道：你别以为你被封了个任有多了不起，不过是王上一时兴起，得不到王上的宠爱，空有位分根本没用。我笑起来，仍然不反驳他的话，只是心里暗想着，若卓寻封我为妃，真的只是一时兴起，那我倒要高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时间一长总会忘记的，可偏偏他根本不是一时兴起。我虽然不用侍寝，但是却被这个名分束缚着。柳姬连讽带刺的话，若是让别人听了，肯定早跳起来，但他见我始终不反驳，也不生气，恼怒的脸色变了几变，美眸危险地眯了眯。我承认，即使柳姬生起气来，也还是那么美，我见犹怜，怪不得卓寻把她当宝贝，百般宠爱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走到我面前，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。我冷笑一声，镇定地看着他，这个美人漂亮是漂亮，就是脾气坏了点，记性差了点，上次的教训还没学怕，这回改自己动手了。我眼看着他的手挥到我面前，把握时机，一把抓住柳姬，愣了愣，脸色迅速一变，手上突然用力，
想要强行持脱，我没想到他看似娇弱的玉臂，手上力气也不小，我被他挣了2次，差点脱手，不敢再轻敌，手上加重力道。我和柳姬近乎较力地对峙着，青青和他的剃头紧张地叫起来：“2位主子快放手！”这样成何体统？我看了一眼青青，又看了看经常人来人往的大门口，这样下去的确不好，遂瞥了一眼柳姬，她似乎也快撑不住了。此时放手，大家都不伤害。我朝青青点了点头，手上一松，借着柳姬的力往后退了一步，凛然地看着柳姬。柳姬亦往后退了一步，气喘吁吁地看着我，见我眼神冷漠，仍然不嫌仪态地整了整衣服，怒气横生地瞪着我。淑妃，你作为新晋的妃子，竟敢如此日中无人反抗本宫，你真把自己当王后了？你也不看看这宫里到底是谁在做主？竟然刚刚封妃位就如此嚣张，面对柳姬的咄咄相逼，我不能再善了。我一再的退让都没得到他的宽宏，他根本不会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什么意思。我看着他，装作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自己的衣服，说出的话却让他脸色突变。姐姐这话就错了，妹妹虽然刚刚封妃，但是吃穿用度都与姐姐不相上下，怎么就可以判定这个宫里是谁做主呢？再说王上并没有立后，王后之位更是无从说起，姐姐这样信口雌黄，就不怕被人听了去，让王上误会吗？我说的滴水不满，无可反驳。柳姬的脸色一连3变，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的确逾越了，若是被卓寻知晓，就算她是完妃，也会陪卓寻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。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最后还是在我如举的目光中败下阵来，狼狈地扔下一句：“好厉害的一张嘴，本宫算领教了。”说完便甩袖而去。我看着来时威仪一路的柳姬，最后仓皇离开，嘴角不禁勾起一个弧度。青青愤愤地看着柳妃离开的方向，得意道：“娘娘好厉害，终于让她碰了个钉子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心疼柳姬宫里的那些花瓶，待会她回去肯定又要气得砸瓶子了吧？那些珍贵的瓶子就这么被她当发泄的东西砸摔了。不过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柳姬3番5次挑衅我，我不适当做出反击，她还以为我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好欺负得很呢。吃过午饭，我正准备出去散散步，卓寻从门外走进来，看见我问：“这是去哪？”我示意了一下门外，刚吃过饭，出去走走。他点点头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去走走。我并不反对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与他并肩出了宫门。我们没有目的的前行着，他欲言又止的看着我，我忍不住问：“是想说上午的事吗？”他嗯了一声，试探着问：“柳儿上午又和你闹起来了？”我点点头，毫不在意的说：“他吃我的醋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告诉我一件事：“你别在意，她有孕了，所以情绪波动比较大。”柳妃怀孕了，我惊讶地回过头，盯着卓寻，他面色有些不自然。刚才查出的，刚1个月。我了然地点点头，柳姬3天2头侍寝，有孕也是正常的，而且怀孕的女人通常较容易激动。她正盛完，看见无端冒出个我来，不了解内情的她的确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也不无可能。我一个人想着，脚步不由得慢下来，卓寻突然伸手牵住我的手。我一惊，抬头看他，他朝我笑了笑，小心地提醒我，走路不要神游，小心脚下。我闻言低头看了看脚下，果然刚才想柳妃的事想得出神了，一排台阶就在我脚下都没有看到，若不是卓寻提醒我，恐怕我就要崴了脚，自讨苦吃。谢谢。我上了阶梯，对他说。他微微摇了摇头，示意不用。我转过头，继续朝前走着，想要松开他的手。他大概感觉到了我的意图，更加紧了紧我的手，目光笔直地看着前方。我放不开，只好作罢，却听他说：“我们去前面的亭子坐坐。”第78章下划线争锋2。柳妃怀孕后有了做娘的样子，倒不来我这捣乱了。我乐得清闲，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是我最近睡眠不好，有一大部分是卓寻的原因。因为柳妃怀孕了，不能侍寝，她又很少招其他的妃子，晚上她没事就老来我这里，我又不能轰她出去，只好陪她下棋聊天。
他非常喜欢待在我这儿，通常要到亥时3刻再回去。等他走后，我再洗洗弄弄，时间一晃就到子时了。我睡得晚，白天自然特别困，只好有空的时候就打个盹，弥补一下睡眠。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，在他没来之前，我就洗漱完毕，这样等他一走，我直接可以上床睡觉。这个方法我试了几次，发现特别爽。卓寻前脚刚出门，我后脚就钻进了温暖的被窝，非常舒服。小姐，你把这个暖炉放身上吧。时值初冬，我洗漱完毕就已经用上了暖炉。其实大楚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冷，只需穿一件皮袄就可以御寒了。但是挟此地处北寒之地，相对温度较低，刚刚初冬，北风就呼呼地吹着，不拿暖炉捂手，手指就冰冷。青青更是告诉我，挟持的冬天不光冷，还特别漫长，从11月开始，一直要到来年的2月。我将暖乎乎的暖炉捧在手里，漫不经心地拿簪子拨了拨烛泪，看向门外。卓寻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来的，他快要来了吧？王上驾到！贵公公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我放下簪子，起身站起来。卓寻一脸沉思地走进来，神情颇为严肃，直到听到我裤他行礼的声音，才回过神来，茫然地看了我一会，才把我扶起来。贵公公忙给我行礼，然后又吩咐丫头们将一些菜和酒端上来。我不解的